绑上了岁月熟悉的发髻，隐藏太多心事秘密。走廊边残花又不舍放弃，细数前世芬芳两泪，眼看着落花如雨，满天空记忆飘零。风里纷纷飞过，片片谁的叹息？环绕的蝴蝶，美丽多情，到头来只是路过光景，迷失了自己。我听见落花不语，远方传来声声叮咛。深夜依稀听到世间轻轻哭泣，越想要珍惜，越容易让爱从指缝间逃逸。妈妈，你又在喝什么啦？山上奶奶炖的燕窝给太太喝。妈妈，你一天到晚就是鸡汤、人参汤、大补汤，营养不良会生病，营养过剩一样会让身体不胜负荷的。我也真喝到怕了。那就别喝了。新娘，这汤是我娘娘炖了一个早上的，那就别浪费了。三婶不会介意的，对吗，三婶？没事，喝了就喝了，再炖就是了。走吧，我们先出去，让妈妈休息。还休息呀？妈妈，你能走能动，干嘛一天到晚病恹恹的躺在床上？老是躺着不动，身体僵硬，当然全身无力啦。妈妈，你相不相信我？你这个鬼灵精又想干什么啊？不听新娘言，吃亏在眼前呢。妈妈，你信不信嘛？信。好，那你就跟我走。你走去哪里啊？阿光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干了，所以我决定暗中追查他，看他把货运到哪里，运给谁。之后，看见一个人从货仓内走出来，他就是康主任。我等车子停下后，找了机会下了车，藏身在附近。然后我听见他们的对话。康主任问阿光，我还有没有从中作梗？阿光说，我是一只胆小狗，下一下就屁滚尿流了。我还听见康主任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嘴巴是他的，他要怎么说都可以。问题是有证据吗？我有，这是我当时拍的。你不是要证据吗？这就是证据。混账东西，竟敢吃里扒外！我对天发誓，绝没做出对不起公司的事。证据都在这里了，你还不承认？照片不会说话。当时我是在教训赖阿光，我知道他做出偷鸡摸狗的事，追到现场，狠狠训了他一顿。媳妇，当时你出差在外，我没有办法跟你报告。不过你一回来，我就马上去找你，跟你说我开除了赖阿光。哎呀，我这脑袋，大哥、二哥，他的确有跟我说开除赖阿光的事，可是当时我为家里的事心烦，就没问仔细。没错，我的确是有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不过我骂的是阿光，他爸爸是个无赖，丢尽家人的脸，我骂他跟他那没用的爸爸一样。耀祖可能只听前没听后。或者是只说前没说后。你没有在骂阿光，你们在狼狈为奸。我知道我在公司可能冒犯了你，不过是对事不对人。再说我在公我是主任，在市委算是你半个舅舅，你不能公报私仇的。我没有，你明明就有。耀祖，你一向来最循规蹈矩的，这次又跟踪又拍照的，不像你的性格，
是不是背后有人主使？说的也对，耀祖一向为人老实，容易被人利用。不是的，没有人在利用我。你敢发誓这一切都是你干的，没人帮你？二嫂，我有劝新娘，可是她执意要带妞出去，我啊也拿她没办法，问她去哪，她又不说。他就是恣意妄为。等他回来，我就好好教训他。千万别啊，二嫂，我不是在怪新娘，我只是担心妞。你也知道，她这2天连下床都辛苦的。妞还不是你害的。大嫂，你终于把炮头指向我了，你忍了很久是不是？你看我现在被家婆埋怨，被老公嫌弃，落难了。你现在不报仇，等什么时候报仇？是不是？我这是实话实说，妞还不是你害的。大嫂，淑琴，她能到处说是我婆婆害死家翁，我为什么就不能说妞是她气得起不了床的？你现在是认定我会被赶出张家大门，所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对吗？你就有把我这个大嫂放在眼里吗？你说我害死家翁就算了，你还要伤害耀祖，到处去跟人说那些不堪入耳的话。你康思丽有今天，也是你活该。你说什么？你信不信我关你啊？你敢你来啊！行了行了，你在这里是当侦探吗？正事不好好的干，却理这些闲事，根本就是不务正业。大哥，这不是闲事，这是关系到永利行存亡的大事。当初永利行经营不善，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用人不当，所以拔接手永利行之后，大刀阔斧，遣散庸才，善用人才，这才力挽狂澜。耀祖有人追查真相，阻止那些像白蚁一样员工继续腐蚀基业，我们应该鼓励他，而不是打击。我是担心他闯祸。这件事错的是赖阿光。现在他已经被开除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你以后也给我好自为之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姐夫。没事，我就先去忙。等等，康主任，你是说这一切都是赖阿光干的，跟你无关，是吗？这个家是我在当，你们都给我自重。也不好好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底下的人都在看，晚辈都在看，像话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，嘘，什么事啊？大呼小叫的。太太怎么了？太太她晕倒了。啊！董好，把你调查的结果跟大家报告一下。是的，副总经理。康主任2年前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，在汤生路5条10有间货仓，里头的货源都来自永利行。这些货都通过赖阿光私运出去，没付半毛钱。光是这1年就从中赚取了36368元。所有证据都在这里。嘘什么嘘啊？妞都晕倒了。妈妈晕倒，谁说的？妈妈，你醒了？我这一觉啊，睡得可好呢。你们怎么都出来了？我这一觉可睡得真甜，可是啊，把你们给吓着了。都是阿花的错，事情还没搞清楚就大惊小怪。我不是看少奶奶们很担心太太吗？我一看不对，就马上来跟你们报告了。什么不对？太太睡觉，你当她晕倒？哎呦，你可真行。好啦，别怪他了，
都是我不好。新娘见天色不早，也在催我回家，是我不舍得离开，让你们担心啦。妞啊，你们都去了哪里啊？啊，新娘带我去港崩。港崩？妞，那种地方又热又脏，而且蚊虫也多，有什么好去的？我听妈妈说过，她小时候在港崩住过一阵子，很想再到港崩看看，可惜一直没机会。我看今天天气凉爽，就抓紧机会把妈妈带去港崩走一走。这一走啊，我就不舍得离开了。那些农民还留我们吃农家菜呢。太太难得吃了2碗番薯粥，还跟几位康波奶奶聊得很投机，还说明天要一起收番薯。那就得要看明天的天气了。如果明天出了个大太阳，谁也别想拉你出去啊。好，好，听你的。妈妈也要听我的。好啦，好啦，都听。哎，你们去吃饭吧，我还真的有点累，想早点休息。干嘛？你没看到现在妈妈心情好吗？现在不说，都什么时候啊？妞，你得给我做主。怎么啦？金泉要跟我离婚。他随便说说。不是，我弟弟刚刚打电话来，他说金泉真的去找了律师，打算跟我离婚。我生是张家的人，死也是张家的鬼。他如果要跟我离婚，那他就是等于逼我去死。金泉回来了吗？他们今天加班，说不回来吃晚餐了。你这家伙，还敢跟我说只是把些要淘汰掉的货转个手，赚点零花，3万多块，零花，你这不是贪啊，这是抢啊！姐夫，那些钱有大半都是帮我花的是吗？姐夫，抵外头的家要花费，你在外的应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我有不让你捞油水吧？但是你笨到给别人抓到把柄，那怪得了谁？我就是想保你，也没办法。姐夫，敌在暗我在明，根本防不胜防。再说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我，我被开除了，取代我的是陈东豪，张耀祖当副主任。陈东豪是谁的人吗？张耀祖的靠山又是谁？张金豪就是要把你架空。行了，你什么东西啊？连自己都顾不了，还要来操心我？是，姐夫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救救我，不然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你不是有贸易公司吗？继续做你的生意啊。姐夫，如果你肯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一定把生意做起来。不冤枉了姐夫的大恩大德的。你少放这种狗屁了！你只要记住，我不是那种翻脸不认人的人就对了。即使我跟你姐离婚，也不会弃你不顾的。你告诉他，要离婚可以，不过等我死了吧。我死后，他要是离婚，不准他进祠堂，不准给我上香，就当我没有这个儿子。知道了，妞。谢谢妞。怎么突然就会变成这样了呢？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老三还敢跟那泼辣货离婚呢？我也觉得奇怪啊，是不是有人在太太面前帮他说话啊？肯定是。那会是谁啊？这个家，又只听一个人的话。二少奶奶。
带妈妈去植物园散散步也就算了，你居然带她去甘崩，山高水远的。你笑什么？娘娘，新州多大一个地方啊，还山高水远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妈的身体，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是要送医院的。甘崩这种地方是随时叫得了医生、送得了医院的吗？你真的是胡闹啊你！娘娘，你们别老是说我胡闹啊、任性啊、恣意妄为啊，我又不是没脑子。你就是太有脑子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做每件事前都会确保是可行的。比如说，我带妈妈出去前，已经从医生口中得知妈妈的身体并没什么大碍，老是躺在床上，对她的病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看，今天妈妈去甘崩走一走，松了筋骨，出了汗，不止吃得下，还睡了舒服的一觉。好啦，这一次算你立了大功。哇！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月亮，是不是从西边出来啊？我平时赞得你少，是不是啊？你现在才知道，因为我知道我赞了你，尾巴就要翘起来了。娘娘，我真的是你女儿吗？你为什么会问这傻问题啊？我今天才听妈妈说，当年是她带我去庙里上香，一不小心就被坏人拐走了。妈妈怎么会突然提这个？她还说你们不再提这事是不想让她难受，但是她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还好找回我了，要不然她要内疚一辈子。能找回你，是上天对我们最大的恩赐。你就是我女儿。哪有什么真假的？谢谢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回答的那么坚决。你只要稍微迟疑，我都会觉得我不是你的亲女儿。傻瓜，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娘娘，妈妈跟我说的事，我一点都不记得。燕姐他们提起我小时候的事，我也没印象。你那时才3岁，怎么会记得呢？他们说我小时候最爱吃酸的东西，不让吃就偷，酸梅啊、酸木瓜，抓了就往嘴里塞。有一次啊，还吃坏了肚子。可是我从懂事开始，就最讨厌吃酸的东西了。那是因为你当时被我狠狠打了一次。你当时啊，哭得死去活来的，说再也不吃酸的东西。这你应该有印象吧？没关系，医生说，当人受到太大的打击或刺激的时候，有可能会失去记忆，又或者是拒绝去回忆的。你当时只有3岁，就突然要和家人分开，打击当然不小啊。我当时肯定哭死了，还好碰到我娘娘收养了我。其实我也很感激朱娘。对了，你最近有她的消息吗？把艾丽帮我打听到了，说她在暹罗，日子过得很不错。那就好。哎，娘娘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还要去上课呢。娘娘，我先走啦，小心啊。可是2少奶奶对3少奶奶也没有什么好感啊，怎么会帮她说话呢？康斯利他虽然泼辣，但是大情大性，什么也藏不住。这样的人反而容易对付。换成是那天来闹的那个女人，事情应该就不会那么简单。况且，这一次淑琴出手相助，那个泼辣货一定会感激她。将来，
一定会对他低声下气。怪不得刚才二少奶奶一吼，三少奶奶就低头认错了。我还以为他一直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，原来是我想多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还是堂姐妹呢。就算是亲姐妹，也未必可以同行。难怪人家说，靠人不如靠己。将来他有事，也休想要我站在他那一边。大哥，我用人不当，管人不严，我会检讨，会反省。可是，升陈东豪当主任，我坚决反对。他当年是如何伤害银娘，我们都很清楚。让他留在公司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现在还要把他提拔起来，我们要怎么跟银娘交代啊？你二哥说，陈东豪跟银娘的事已经过去了，银娘也没说过东豪一句难听的话。如果他到别的公司上班，肯定会备受重用的。但是，他这选择留在永利行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对待像他这么有能力又忠心耿耿的员工。大哥，你别忘了，你才是总经理，公司的事应该你说了算。我没这个能力，我说过不止一次了。爸忽然离世。永利行要不是你二哥，就不会有今天。我支持他的决定，你就不要反对了。爸一直教会我们，和顺齐家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。Simon，你应该很久没用你的阳明了吧？你本来就不喜欢用阳明，是我非要帮你取不可。我太强势，太霸道了，怪不得你会选择离开。开玩笑的。其实我对你不是没有怨恨，不过这些年跑了那么多地方，看到很多人连吃口饭、喝口水都成了问题，每一天都有小孩因为贫穷而失去生命。相比之下，我这一点感情挫折算得了什么？所以我对你早就无怨无悔了。我听说你一直都在救援组织工作，肯定帮了很多人。尽力而为吧。把包给你小孩的。我太太她身体不太好，我让她多休息，晚餐就买回去。我听说了，看医生了吗？看了，没什么进展。那换个医生吧，我帮你找，找到了告诉你。谢谢啊。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先走了。起立，经理，老师好，同学们好。阿妹，小慧又没来了吗？
没有。谁知道小慧怎么了？小老鼠，哎，新娘姐，新娘姐，这么巧啊，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哎，让各位，让各位。我吃饱了。我问你，小慧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没有啊。那她今天怎么没来上课？今天可能加班吧。不止今天，她连续几天都没来上课。可能这几天都加班吧。啊，听说制衣厂接了很多单子，忙不过来。是吗？是。吃饭，吃饭。哎呀哎呀哎呀！继续吃。你这只小老鼠，说起谎来眼睛溜溜转，就是不敢看我。还有你们，平时那么多话，今天个个低头吃饭，连吭都不吭一声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说！啊！哎呦，说！我和小慧大吵了一架，现在是她走她的路，我过我的桥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小慧的事？没有啊，是她先说我是个流氓没前途，我就骂她，然后她就骂回我，我就更生气，就加倍骂回她，就这样子我们就分了。反正世界上这么多女人，又不是只有她一个女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凭这点能耐，以为骗得了我？新娘姐，我不是已经看着你说话了吗？你看着我就看着我，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？证明你心虚。再不从实招来的话，我就……我说，大葱，老鼠哥，新娘姐是什么人？她可是比我们聪明100倍，不是，是1000倍万倍，我们哪里瞒得过她？不过，还是你自己说吧。小慧，都是我害小慧的。如果没跟她在一起的话，她就不会被找她的这个样子。是谁干的？新娘姐，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能说啊。白亚里呢？白亚里呢？新娘姐，我求你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跟我们同一挂的人了，我们的事你就不要掺一脚了好吗？新娘姐，放屁！这屁话是白亚里说的吗？新娘姐，一哥这么说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新娘姐。我好不好？什么时候轮到他来说了？我自己会为自己负责，不需要他来操心。力哥不操心可能吗？新娘姐，尤其是看到小慧这个样子，他不怕吗？新娘姐，新娘姐那些混蛋是没有人信的。新娘姐，不要再说了，去叫辆车来。你要干什么？送小慧去医院，她这样下去会死的。那就让她死吧。你这混蛋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新娘姐，我了解小慧，就算她活着也会生不如死啊。那就想办法让她好好活下去。我们一定要让她好好活下去，知道吗？医生说，小慧身心的创伤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这期间，我们要给她最大的支持，让她有生活下去的勇气。小慧父母不在了，也没什么亲戚，你是她最亲的人了，你要多陪陪她，鼓励她，不要让她胡思乱想，知道吗？新娘姐。小慧，以后要拜托你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别告诉我，你嫌弃他。
如果我这么想，我就是猪，是狗。那你在说什么屁话？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命照顾小慧。你要去为他报仇？这仇我不报，我就不是人。你先别提报仇的事，你现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个清清楚楚。把小慧害成这样的，到底是谁？是黑龙，跟红玉的事有关。所以呢，把艾丽把红玉送回凤姐的公馆了。把艾丽这混蛋，我跟她说了，有什么事不能瞒着我，她把我的话当放屁啦。新娘姐，力哥没有跟你说是不想要把你卷进来。黑龙那个混蛋，他的手段那么阴险毒辣，这我们都知道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他连监护道义都不顾。我去找他要人，人是找到了，可是小慧，混蛋，你混蛋！把艾丽呢？她怎样了？果然，要找你就跟着黑龙，都是我惹出来的，对吗？我如果不救红玉，就不会害了小慧。如果个屁，干都干了，还说什么如果？艾丽，我真的错了吗？如果每个人对不公不义的事都当没看见，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知道，你要说即使救了一个人又怎样？还有几十个、几百个像红玉这样的人，你都救得了吗？其实我没救到红玉，还因此害了小慧。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不想你也出事。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？你记得吗？你都有说过我，你老在当着大家的面说我是你的老大。你以后都听我的，记得。那你现在听我的，君子报仇3年。我不是什么君子，3年也太久。而且当时你也说，我就算让你做老大，你还不愿意，所以你是老大，没当成。白艾丽，你都看见了，黑龙身边都是人，而你呢？你真以为自己能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？你让我跟你一起对付黑龙，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又会搞砸了？不是，你很聪明，你很厉害，但是你是个人。黑龙他不一样，他不是人，他没人性，你怎么跟他斗？那你呢？你不也是个人吗？我可以像动物一样凶残。白阿丽，好了，时间到了。再见，我的新娘。白阿丽，白阿丽，白阿丽，小老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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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那个。小慧之仇，我来报。你看。 你给我快点起来，走啊！快点起来，快走啊！你个走，那你呢？我可是小老鼠，难道你害怕我没有地方钻吗？走啊！走啊！站住！别动！人是我杀的！举起双手，放下武器。 人是我杀的！天天骂，天天骂，骂不完的地。啊！吓死我了！新娘小姐啊，原来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是祖宗显灵呢。新娘小姐啊，你又犯了什么错，挨二少奶奶罚啦？我娘娘没罚我，那是谁罚你啊？没人罚我。 那你怎么在这？我罚我自己，我错，我错，我错错错，我错，我错，我错错错。燕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 你想噎死我是吗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能不能不要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？哦，龟达达太甜了，白兰味又太淡，滑碎呢太硬了。这粽子啊，根本就没有娘惹中独有的味道。这些糕点跟粽子呢，都是要送人的。我这一关你们都过不了，二少奶奶那一关更不用说了。你们最好啊，尽点心。知道了。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？因为我还没有说。说什么？新娘小姐有点不正常。你才不正常！这个家最不正常就是你。还不走？哦，小姐人呢？在祠堂。新娘小姐啊，你这是怎么啦？我跪地思过，你做错事了，错在自以为是。 错在当自己天下无敌，错在自认在行正义之事，就可以理直气壮，不计后果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娘娘说，做事莽撞，不顾后果，总有一天会闯出大祸。没想到这一天那么快就来了。你不要吓我啊，新娘小姐，你又闯出什么大祸了？ 害了小慧，害了小老鼠，害了白阿丽。那白阿丽、小老鼠是新娘小时候的好朋友，最近都相继被捕了。一个涉嫌杀害黑帮老大，另一个参与私会党活动。 我见他这2天都无精打采的，就猜到应该跟他有关。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说是被他害的。
他有说他做了什么吗？我叫阿燕问了，他不肯说。十之八九是给他们出了什么馊主意吧？我想也是，他之前被我罚是口服心不服，现在居然说是他错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坏事。成长过程啊，难免会磕磕碰碰的，能从中汲取教训就好了。先休息吧，我还有事。你还要工作啊？东豪刚从康志杰手中接下主任的位置，发现了很多问题，也提出了很多建议啊。东豪挺能干的吧？他办事能力很强，也很能解决问题。要是当初银娘可以跟他修成正果，那就好了。其实啊，他们两个没能在一起，我有责任。那怎么能够怪你呢？你做哥哥的，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被耽误啊。要怪就怪那个东豪太自卑。姨娘虽然没有再提这事，但是我觉得她想离开这个伤心地。你觉得银娘去非洲是为了逃避吗？那就把她留下来啊。银娘不是说过她对做生意有兴趣吗？让她助你一臂之力啊。我不是没提过，但是大哥和三弟都不肯，娘娘也反对。就是因为她是女人。想要把家业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，不是应该选贤与能吗？性别真的这么重要啊？老话说富不过三代，很多时候啊，就是手托非人。可是要摒弃传统思维，还真不容易啊。那我真的要为新娘想了。我不想新娘像银娘一样，我也不想新娘像我一样。韶华一生，金水玉簪，像是梦一般。若是美梦就不遗憾。月色温暖，眼眶盈满，不敢回望，害怕转身会失望。岁月漫长，步履蹒跚，沾染了过往。提起往事里